大家如果有喜欢，也可以过来这里玩。我这里啥也没有，肉多菜多啊，这个招待别人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。那我这个不懂装懂的，要来整这个了。这个枝芽不要了，因为现在我想让它多结一点葡萄。这个葡萄是巨峰，就想试一下说这2颗这里结的比较少，然后呢这边的话会结的比较多。我是想说给它修剪一下，到时候看会不会有更多的葡萄吃，会不会更甜更大？可是我的身高限制了我，算了，还是不要装了，不修了，修不到。这个皮我在网上看了才知道，这个皮其实这个老皮要弄掉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家里面都种了啥东西啊？明天还有个八角瓜，就是那种丝瓜那一种八角的那一种，还有那个水果黄瓜。因为水果黄瓜我跟我婆婆都挺爱吃的，我女儿也很爱吃，所以我们那天聊了一下，临时决定再弄一点水果黄瓜回来种。现在我们家呢种的啥？这是地瓜叶，地瓜叶活了一部分，但是这个不要紧。这里呢，这里是各种辣椒，这是甘蔗，放在这边育苗的我公公。这个是啥瓜？甜瓜，各种番茄。然后这里豆子有红色的那种四季豆，有就是那种粉红色的那一种四季豆，然后还有长的豆子，那个我们叫啥？叫菜豆啊。今年种的黄瓜是这种矮矮短短的，反正他们这样子跟我说的是这样子。边上这一排呢，种了一排的向日葵，都这么大了。这边还撒了很多，就是那种百日花的种子。这一排还有对面那一排，我们种的是西瓜，但是这里的西瓜长势不是很妙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好像就是被那个不知道被啥虫子，就有点类似，好像就是七星瓢虫的那一种，都咬掉了，这叶子都咬完了。就是这一种，你看，就是都是这种吃掉了，讨厌。然后呢，你也搞不完它，没办法，这种农村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个你看这么严重，你看都是被这玩意给吃了。这里呢育了一些那个啥水果玉米，就是那种生吃的那一种，种了好几次没有种出来了。还有一些就是那个秋葵，有红色的秋葵，还有青色的秋葵。我今年种的都是各种颜色，像我们的番茄都是黄色、紫色，红色，大的、小的。然后呢，辣椒也是黄色的，红色的、青色的、紫色的。然后玉米，我跟大家说我都种了啥玉米，我也有白的糯米，然后出的不是很好，还有那种彩色的糯米，就是有一点粉，有一点白这样子，就颜色有点那种彩的那一种。然后呢，有水果玉米，还有我婆婆他们自己种的那个糯玉米。青菜的话，反正就是地瓜叶了，就是这些了。空心菜了，空心菜我刚刚也育苗育下去了。反正夏天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吃，基本上都是吃各种瓜，苦瓜、葫芦瓜，南瓜、冬瓜、丝瓜，反正你们看到的黄瓜就有2种啦，然后丝瓜也有2种啦。西瓜、甜瓜，各种瓜，反正好几种。还有啥？我想一下，还有种啥？反正今年种的品种挺多的，真的挺多的。这辣椒长得比我们那里的长势还要好看呢。来，哎呀，几天不见，哇！刚开始就这么一点点这样子这种颜色，现在几天不看，你看都成这个颜色了，这太好看了吧！我们浇水跟这里浇水不一样。他们这里是一次浇透，然后几天才浇一次。我们那边浇水，我记得都是天天浇，他们都是用灌的，可能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吧。有一些人呢说我是为了拍视频才回婆家的，其实我觉得你说的也对。第一呢，回来拍视频，其实农村的话，它题材会比较多一点。像我在城市的话，是真的是。你说除了赶海，除了吃，我也不知道要拍什么东西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不习惯这样子的生活，你也过不来这样子的生活。哪怕你想为了拍视频，你也不可能说千里迢迢了回来就拍几条视频。
再说了，说真心话，就我回来的一趟，这个视频的收益我真的是赚不回来，我的路费还有这些开销，单单过路费跟油费都1000好几去了，回去的话又1000好几过去了。其实说真的不划算啦，真的。你除非就是像暑假我们回来2个月1-2个月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就会划算一点，又陪小孩又啥。但是这种也不能用钱来计算就是了。我挺喜欢，我个人我挺喜欢农村的这种感觉。然后种这么多东西呢，其实也就是说为了有题材拍，为了说让大家有东西看，这是真的。我也很喜欢种这些东西。小时候就会经常会幻想说，我如果有片地，我要种满花，真的，小时候经常这样子想。然后呢，钓鱼，我们家已经有2个很爱钓鱼的，我爸跟我弟是真的是很爱钓鱼。我的话喜欢钓鱼，但是我不像他们那么夸张，我到哪里我感觉我自己都是适应得来。不管你这个地方再干燥啊，或者你这个地方再冷，我感觉还好，我忍一忍也就过了。这个东西再难吃，吃不下，根本就吃不来这当地的东西，我觉得我也能过，因为我可以自己动手嘛，自己动手的话饿不着自己。这边现在是绿油油的一片，再过半个多月吧，这边你看过去的话，就是一望无际都是金灿灿的，全部都麦子都熟了。那一会儿的话也很好看，反正拍视频嘛，我就是尽量分享一些好的视频去给大家，就是你们比较喜欢看什么，你们也可以跟我说，我尽量去满足大家。比如说有的人爱看赶海的，有的人喜欢我在婆家，但是呢，我只能说我两边跑。喜欢看我婆婆的，我就拍一点我婆婆；喜欢看我赶海的，我就偶尔去赶一下海。但是赶海呢，其实说实话，我不怕得罪任何人，就是说赶海，如果你不自己去放一点东西，你真的你赶海你没有那么多东西的。我现在赶海我都是真真实实的，就是说抓到啥我就跟大家分享啥。像那个海蛎花蛤那些都是说实话，那个是真的有的。你像章鱼，上次那些章鱼真的纯属都是意外，我都没有想过。我去海边真的快40岁了，我都快40岁了，我都没有碰到这样子的情形过。但是我朋友有跟我讲，他说也有可能就是那个位置放生的人比较多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放生会有这么多品种吗？他们说是放生的话，可能品种的话会多一点，所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放生下去嘛，它不适应的话，它就会嘎，它就游不动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大餐。我想说应该是有可能，不然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样子的。好了，我不跟大家多唠嗑了，我就是反正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我在婆家的这些日常，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年就是说可能今年过年不回来了，但是暑假我会还是一样会回来的，还是会回来婆家这里玩的。你看我种了这么多东西，我能不回来吃它吗？大家如果有喜欢也可以过来这里玩，我这里啥也没有，肉多菜多啊，这个招待别人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